今天，我们就做一件事：奋勇杀敌，士为无孙。士为无孙，士为无孙，士为无孙，开城门！士为无孙，士为无孙。跟我回来！撤！安佐克，就你这点人，也敢跟我一战？我无孙男儿，个个以一当十。我念你也是一员猛将，今天就给你个机会，交出解忧，我还你无孙安宁。不要恋战，尽快突围。等我好消息。 无孙就是公主，公主就是无孙。兄弟们，杀！怀天杀，他一定能冲出重围的。等援兵来了，就意味着会有更多的人因为我而死。他们是为了你，但也是为了乌孙，为了和平。别再说傻话了。 啊！
如此负隅顽抗。厉王，你不必担心，赤谷城内的守军不过10000人，我看他们坚持不了多久。李律，加紧攻城，逼他们交出解药。我匈奴战士不可长眠于此。末将定当竭尽全力。谢谢右夫人。别谢我，要谢谢解忧公主。再喝一点。解忧，解忧，你看我把谁给你带来了？公主，怀大哥，公主，怀某不辱公主使命。情况如何？敦煌守将愿意相助，不过要等皇上的旨意才肯出兵。什么？敦煌守将已经点起狼烟，长安城现在应该已经得到消息，就差皇上旨意了。先别高兴得那么早，万一汉帝不肯出兵，又该如何？不会的，皇帝不会坐视不理。乌孙是大汉的盟友。可即便是汉帝答应，汉军到此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。汉军一定会来的，你们大家相信我，请大家一定要坚持到那个时候。好，我们相信公主。相信公主，相信公主。哎，公主，冯辽他在外面，去吧。哎，看谁回来了？谁回来了？啊！我回来了。还愣着干嘛？救人！啊，好。哎，给我找点喝的。都还不清，你起来，少占我便宜。我好累啊！滚！
夫人，你说咱们打几天了？有3天了吧？这个兄还真是顽强，损失了这么多人，还在坚持。我看守城的士兵已经疲惫不堪了，如果再这样下去，恐怕……霍天杀，霍天杀，怎么了你？受伤了，我们去找医术。走。夫人，答应我一件事。我答应你保护公主，我知道了。我想让你答应我，从今以后保护好自己。火天杀，你今天吃错药了。平时像个木头一样，今天会说人话了是不是？啊？你答应我。汉军来啦！火天杀，我们有救了，汉军来了！扶我起来！真的来了！你答应过我的，会听我的故事。哥哥，怎么不过去？我没办法面对怀大哥。如果不是因为我，他怎么会孤单的睡在这儿？金庸，我知道你难受，坚强一点。
赵将军带了多少兵马？回禀公主，末将一接到皇上命令，就日夜兼程赶来，但准备仓促，只带了5000精锐。5000？ 5000精锐解不了赤谷的围城。后续部队什么时候能到？这个末将就不知道了。但皇上在信中说，要末将拼死保卫赤谷城。我想皇上一定不会坐视不管的。辛苦你了。右大将麾下会安排你的士兵休息的，明日一早要跟我们一起战斗。多谢公主。那末将先去安顿了。 5000人，根本不足以击退匈奴人，而且现在城内余粮不足，如果不能一举击败匈奴人，我担心赤谷城撑不了多久了。你不会又想用自己去换取匈奴退兵吧？我告诉你，想都别想！别说我不答应，赤谷城上下没有一个人会答应。 你看看怀天杀，他是为什么死的？你这样做，他死都不会瞑目。公主，这场仗我们一定要赢，不能让怀天杀失望。来，喝点水。喝点水。又来了。来之，灭之。之前我们能够抵挡住匈奴的进攻，这次也一定能。 可是赤谷城已经到了极限，我不希望这里遭受涂炭。解忧，你是解忧，你不能放弃。你选择的是赤谷城，不是我。解忧，保护这里是你的责任。如果今天右谷离王还不退兵，明日我就出城。亏我这么长时间一直把你当对手，没想到你这么不争气。 那个就是右谷离王，我猜他是来谈判的。看来到极限的不只是我们。你真的要出城了？为了赤谷城，我要去试一试。 解忧见过王爷。没想到大名鼎鼎的解忧公主是这么个女娃娃。我以乌孙右夫人、大汉和亲公主之名前来和谈，王爷却如此傲慢，这就是你匈奴人的诚意？和谈，那不过是你一厢情愿罢了。 看我5万匈奴大军兵临城下，你那小小的赤谷城，我挥手可破，拿什么跟我和谈？好在我们大单于悲天悯人，放你乌孙一马，快快开城投降。
解忧就是要告诉你，赤谷城不会投降的。你说什么？赤谷城不会向任何一个人投降。不过大王要是肯退兵的话，解忧倒是有一份大礼可以送给你。如果不投降，那就没得可谈了。哼，解忧告退。等等，您不是不想和谈吗？本王只是好奇，你要送本王一份什么样的大礼？有可能退兵吗？我领大军至此是为3件事：一，赤谷城投降；二，诛杀谋篡者；三，交出你和常山。做到此3件事，我匈奴大军立刻退兵。王爷的条件解忧明白，只是解忧不知道，王爷攻打赤谷城，你手下的5万精兵还剩几成？小姑娘，你什么意思？本王带兵攻城是折损了些兵将，但对付你那小小的赤谷城还是绰绰有余的。小姑娘，纵然你身后有几千汉军，挡得住本王吗？解忧不才，但数数还是会的。自王爷攻打赤谷城3天以来，手下将士折损不止1万吧。我赤谷城岿然不动，现在又有汉军援助，不知你拿下赤谷城还有几成把握？据本王猜，你赤谷城粮草不过10日，现在还需供给汉军，饭都吃不饱，你拿什么跟本王打仗？而且本王折损兵将，比赤谷城折损的少啊！那个汉将，怀天杀，不就阵亡了？别轻举妄动。为了你城中百姓，还是接受本王的条件为好。王爷的意思是说，解忧要是不答应，您就一定会打进城。那是当然。夫人笑什么？解忧知道，匈奴军队善战，但是我乌孙的健儿和大汉的将士绝不会甘受屠戮。如果你一定要打，即使赤谷城烧成一片焦土，我们也不会坐以待毙。也许赤谷城真的会陷落，但是我保证，你得不到一个俘虏，而你的军队会在赤谷城下全军覆没，死无葬身之地，只够苍鹰和野狼分尸。从此以后再也回不到匈奴的草原，岂不可悲？不过解忧也不希望这样，所以才会跟大王提出送你一份厚礼。讲。解忧愿意停战，让你们回到匈奴，而且我可以保证，乌孙和大汉的联军绝不从后追赶。夫人，我带大军至此，岂可如此退兵？王爷，您在这赤谷城下消耗着粮草、军器，还有所剩不多的补给，马上就要入冬了。难道您希望您和您的部下在这城外度过寒冷的冬天？大单于的命令，不过是希望借你5万大军的威势，让我乌孙不战而降，交出我刘解忧，而绝不是让你拼光家产，只带我解忧一人回去领命，对吧？只要你肯撤兵，我会让汉军后撤30里，让你们安全地回到匈奴。夫人，倘若我退兵，与大单于处，当如何交代？解忧不会让你空手而归。你忘了，我有一份大礼要送给你。什么大礼？常山西侯。常山？对。常山多次加害于夫人，夫人你能放他回家？跟我赤谷城相比，常山西侯的命一文不值，你尽可带他回去。好，夫人，你这份大礼，本王收了。王爷深明大义，解忧感激不尽。但是夫人，本王虽然走了，但大单于绝不会善罢甘休。用不了多久，我们匈奴铁骑便会卷土重来。告诉大单于，我解忧就在这赤谷城中，随时恭候。走。匈奴兵退了！
将军，匈奴兵退了。这。 退了，真的退兵了。有夫人成功了。解忧公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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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殿下，昆明他，皇兄，匈奴退兵了。昆明，哥，殿下，昆明怎么样？夫人，昆明他，夫人。 拜见昆明。拜见昆明。拜见昆明。快起来！昆明这么晚来了，是有何事啊？别叫我昆明，叫我温归就好。我想跟你好好说说话。昆明国事操劳，还是早点回去休息吧。解忧，你怎么了？你抬起头来看看我。 我是温归啊！乌孙国没有温归了，只有乌孙之王温归迷。
童仆拜见大单于。童仆，你潜伏乌孙多年，耗尽我无数的人力财力，现在你已经失去所给予的一切，犹如丧家之犬，有何话可说？童仆无话可说。要知道，现在的你对我来说，已经没有任何价值了。童仆知罪，但童仆还有最后一个请求。讲。童仆几乎为单于拿下乌孙，最后功亏一篑，这都是拜刘解忧所赐。刘解忧害我失去了唯一的妹妹，也正是他死守赤谷城，让右谷离王无功而返。所以，童仆愿重返乌孙，替单于杀了解忧，请单于恩准。事成之后，童仆愿以死谢罪。公主，就算要走，又何必走得这么急呢？夜长梦多，既然决定要走，那就今夜走吧。公主，你不想走，你舍不得温归，你怕你改变主意是不是？这块玉佩，麻烦你帮我转交给温归。公主，马已经备好了，还带了几个亲信的卫士。冯辽，此次返汉，路途艰辛，你可以不必跟着我。公主，我若不死，就会一直保护你。走吧，我们回家。西女，帮我跟安索克说一声谢谢他。好，再见，保重。文归，昆明，你怎么能当着满朝文武突然就跑了？这么说，解忧昨晚连夜就走了，看来是真的。怎么这么快就走了？也好。他走了，你就可以一心一意的为乌孙。
为什么要逼我做出这样的选择？当年我来西域的时候，也是这样的季节，周围的草木和那个时候一模一样。不过来的时候我是向西，现在却是向东。路可以往回走，人生却不能重来。来到西域，后悔了吗？若是后悔，这一生有太多的事情要后悔了。如果没有遇见温归，没有暴露玉佩的身世，没有被皇上选为和亲公主，你说的对，人生没有回头路，也不应该后悔。如果真的要面对的话，我宁可笑着面对。唉，这一路只有我们2个人相伴，是不是有点寂寞？寂寞？怎么会呢？有一位绝佳的伴侣正等着我。绝佳伴侣？粉姑娘，干嘛这么看着我啊？姐姐，你真舍得王子尼吗？妹妹，现在的乌孙是温归的天下，我若是不走，别人岂不是会说我想母凭子贵，把持朝政？再说，我相信温归会把你当成亲生儿子的。可是离开了乌孙，你打算去什么地方呢？现在还没有打算呢。赤谷城已经没有值得我留恋的东西了。等你进入大汉疆土之前，我们做个伴儿好不好？正合我意。不过今天天色已经不早，歇息一晚，明日一早再出发可好？好啊。驾！啊，之前2个人恨之入骨，现在这般亲切。哇，女人太可怕了。你这人真奇怪。哪里奇怪了？现在昆明已经不在了，你大可以跟温归成婚，共同治理乌孙。可你倒好，在这个时候偷偷跑回汉地。我不能留下来。难道你不想陪在他身边吗？想。很多事儿不是你想就可以的。现在乌孙的昆迷是温归。如果我是你，为了自己心爱的人，抛下一切，在所不惜。再说，昆迷都不在了，你还要跟我抢他呀？姐姐，你我已经不是敌人了，可我一人说不过你。这么跟你说吧，这是我的选择，我也只能这样选择。即使心里再疼，也只能做这样的选择。小心！公主小心！没想到我又回来了吧？这么多年，我一直在经营乌孙和匈奴的关系，眼看就大功告成了，没想到最后却毁在你们手里。为此，我失去了心爱的妹妹，失去了单于对我的信任，
所以今天你们谁都别想活。义律，你疯了吧？这是单于的命令，你也敢违抗吗？我义律可以背叛单于，却不允许任何人伤害无辜。好，那我先杀了你。我要替怀天杀报仇！公主，快走！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
好了，咱们就此别过吧。不知姐姐会去何处啊？匈奴我是不会再去了，也许我会去汉地，我还没去过呢，去看看也无妨。去汉地，真是太好了，也许我们还能再见。看缘分吧。你的命运还未可知。冯辽，我们也走吧。公主，我先去喂马，你们再说两句。你真的要走吗？对，别再问我这样的问题了。你知道我的心意。那好，那我便不要这乌孙昆弥之位。你疯了？我没疯。相比起这个乌孙昆弥之位，我心爱的女人更需要我。你现在是乌孙的昆弥，不要像孩子一样任性。你走了，乌孙谁来治理？乌孙还有安索克，有大陆，有纳林羽侯，还有很多愿意为乌孙的事操劳的人。可我只要你，我只想跟着我心爱的女人，她到哪儿，我就去哪儿。除了你，我别无所求。即便是你不要我，我也会跟着你。你知道，你甩不掉我的。解忧，我只想听你说一句实话。如果我愿意为你放弃一切，你还要赶我走吗？我走得离乌孙越远，我觉得我的心就越来越沉。可是你听我说，你真的不能离开乌孙。对乌孙来说，你是无可替代的。可是对于我来说，你是无可替代的。没有你，整个乌孙对于我毫无生机可言。你舍得把我一个人扔在这儿？我不舍得。安索克，
此处离赤谷城还有100多里。你命令部队连夜急进军，明天天亮之前应该就能赶到。部队交给你带，我先走一步。记住，到了赤谷城先不要行动，等我的消息。温贵殿下，我可是拼了身家性命跟你回来的，这眼看就要到了，你怎么撂挑子？谁说我撂挑子了？我这不先回去找右夫人吗？这大战在即的，你不好好带着大伙打仗，找什么右夫人？咱们打到赤谷城去，你不自然就见到了？你这个脑子，我要说你什么好啊？你想，常山他知道是我带兵回来，他当然知道我没死。那我没死，是不是就意味着解忧也没死？以他的性格，一定会全程搜捕解忧。我提前回去，就是要防着这一点。哦，再说，他一定想不到我会偷偷提前回城去。到时候咱们里应外合，不是能更快救出昆弥吗？安索克，兄弟们的性命可就交给你了。殿下放心，安索克在，兄弟们就在。您要多加小心，找到右夫人，尽快联系我。先走一步。这。那边好像有人。解忧，什么人在叫？解忧，解忧，你快出来见我！我想明白了，你说的对，我们必须靠自己。是胡姑。胡姑，公主，你不能去，她信不过。她现在是我们唯一的希望。走。解忧，你来了。我想明白了，什么人？胡姑，是我请他来的，要扳倒常山，只能依靠胡姑了。我和解忧已经见过一面了。解忧说的对，现在乌孙一片混乱，昆明又被常山软禁，想要解决问题，必须靠我们自己。我现在想到一个办法，或许能扳倒常山。动手！不行，我不同意，太冒险了，一步走错，全盘皆输。我要是想抓你们，现在就抓了，何必骗你们去宫里呢？就按胡姑说的做吧，虽然简单，但是有效。可是公主，嘘。我的好妹妹，你怎么还是那么容易轻信别人？你个骗子！闭嘴！要想扳倒常山，救出昆弥，必须听我的。常山侯爷，右大将已率领戍边部队抵达赤谷城外，声称侯爷要交出昆弥，还说侯爷软禁了昆弥，把持朝政，居心不轨。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右大将听说昆弥病重，于是起兵造反。一个反贼的一面之词，怎么能信呢？我还没问你呢，那里，翁归没死，跟这帮反贼在一起，还是这帮叛军的首领，这事儿你不会不知道吧？翁归将军没死。对呀，确实，我也有所耳闻。常山西侯，请不要转移话题。昆弥现在到底在哪？出了这么大的事，昆弥病得再重，也应该出来给个说法。就算昆弥不在，那代他摄政的左夫人在哪儿？我在此。既然左夫人来了，眼下右大将兵临城下，请问左夫人该如何处置？诸位不必忧虑，眼下有一件比右大将更加严重的事需要处理。我敢担保，如果这件事情处理好，右大将的事自然就解决了。夫人所说的是何事啊？我有一件事情要宣布，
刘解忧没有死。刘解忧没死，真的。现在就在我手里。如今乌孙一片混乱，为何大家不想想究竟是因何而起？刘解忧私放李陵，引来匈奴和大汉为敌。随后，太后去世，昆弥打猎受伤。眼下右大将聚众谋反，所有的一切都是因刘解忧而起。刘解忧已经亲口承认，害死太后的主谋就是他。真的吗？如果大家都没意见，我现在就把刘解忧带进来，让他当着大家的面亲口承认自己的罪行。我把刘解忧交给你，你把儿子还给我。关键是他能认罪吗？昆弥在你手里，他怎么可能不认罪？诸位，既然刘解忧没死，他也肯认罪，那我们不妨把他请上殿来，看看他说什么。怎么样？对，好，把他请上殿来，这没错。带刘解忧。果然还活着。哎，你说你是陷害太后的主谋，这事儿真的假的？太后确实因我而死，我愧疚不已。今天当着所有大臣的面说出事情的真相，希望大家可以宽恕我，免我一死。没想到，你居然是这种人！既然他已经承认了，还让他说什么？各位，对，什么都。既然刘解忧来了，就让他把话说清楚。大家都在，要实话实说。你是怎么害死太后的？所有事情的起源，都是因为孩子。话说清楚，什么孩子？大家都记得吗？乌孙出兵大渊的时候，我怀了昆弥的骨肉。可就在我生产之前，却突然滑胎，失去了我的孩子，也让乌孙失去了一位王子。可是自我怀孕之后，我就非常小心，滑胎之事太过突然，这其中定有蹊跷。于是我就开始查，没想到，害死我孩子的不是别人，正是我们的太后陆虎母。你说什么？太后为了保住王室血统的纯正，不惜害死了好几位王子。她在给每一位核心公主的安胎药中，都加入了滑胎的药物，让我无法保住我自己的孩子。而细君公主也是如此，失去了她的孩子。刘解忧，你杀害太后，还敢污蔑太后的名声？我告诉你，刚才你所说的每一句话，句句都是死罪。正是因为我知道太后这件事情，才让太后遭奸人所害，死于非命。还在狡辩？你现在就是罪人！我何罪之有？刚刚你还亲口说你杀了太后呢，大家都听到了呀。我说太后之死因我而起，却从来没有说过太后是我害死的。害死太后的真凶就在这里，他利用太后，让每一位核心公主饱受滑胎之苦。是谁呢？还利用太后在他手里的把柄，在药里加入剧毒。大家想一想，滑胎虽然伤元气，但不至于死。细君公主为何而丧命？而我、昆弥还有胡姑，曾先后中毒。如此毒辣的手段，是何人所为？当庭翻供，你以为能救得了你的命？救不了。来人，把刘解忧拉下去。哎，慢着！左夫人，刘解忧说的话听起来匪夷所思，但他已经是犯了死罪的人，为何要在这个时候诽谤太后？
难道大家不想听听其中的原因吗？说得这么邪乎，我们倒想听听还能说些什么。既然把话说了一半，为何不把话说全，省得我们大家弄得云里雾里？你们说是不是？是。说清楚。既然各位都想听，那我们不妨听听。刘解忧，你别忘了，诽谤太后也是死罪一条。那要挟太后，试图颠覆乌孙，该当何罪？毒害和亲公主，谋害昆弥，把持朝政，又该当何罪啊？这个，你能告诉我，谁能有这么大的胆子吗？有一个人，他生于匈奴，受匈奴大单于之命，周游西域各地。此人所到之处，无不充满阴谋和杀戮。后来，这个人又到了乌孙，假扮成一名乌孙贵族，开始他更深的阴谋，就是要让我乌孙灭族，并入匈奴的版图，从此以后受大单于的统治。这个人利用太后谋害另一位夫人，表面上是为了保证乌孙血统的纯正，而实际上是为断我乌孙的血脉。我之所以说太后之死因我而起，是因为当我知道我的孩子之死跟太后有关，而这个人担心自己暴露，就残忍地杀害了太后。而现在，这个人又夺走了乌孙的王子，以他的性命要挟左夫人胡姑，自己摇身一变变成了乌孙的摄政大臣。此人是谁？不用我多说了吧？常山西侯，我是应该叫你常山，还是同蒲都尉啊？侯爷，他说的可是句句属实。你真的是同蒲都尉吗？常山侯爷，他说的是不是真的呀？是啊，怎么会？刘解忧啊，刘解忧，你太能编了。我怎么可能是同蒲都尉呢？我是乌孙的常山西侯啊。各位，咱们相识多年，你们还不了解我吗？太后是一国之母，我怎么会伤害太后呢？刘解忧，你杀害太后，诬陷大臣，你只有死路一条。来人！同蒲都尉，我还没有说完，我还有一个重要的人证。什么人证？皇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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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还好吗？五龟，你果然没死。走，我带你出去。慢点，慢点。站住！放开昆弥！